快乐王子的雕像高高的站立在市中心一根高大的石柱上面，他浑身上下镶满了薄薄的金片，他的双眼是明亮的蓝宝石做成的，腰上带着佩剑，剑柄上镶嵌着一颗硕大的灿灿发光的红宝石。人们对这座雕像称赞不已，它简直就像风向标一样漂亮。一位想表现自己艺术品味的市议员这么说了一句，但是他马上又补充道，只是不如风向标那么实用，因为他担心人们会认为自己不务实际。他确实也不是那种人。你为什么不能像快乐王子那样呢？一位母亲对自己哭着要月亮的小儿子说，快乐王子做梦也不会哭着要什么东西。世上还有如此快乐的人，这多少给人一点安慰。一位沮丧的汉子凝视着这座非凡的雕像，喃喃自语地说着，他看上去就像天使啊。孤儿院的孩子们说，他们正从教堂走出来，身上披着鲜红的斗篷，穿着雪白的围兜。你们是怎么知道的？数学老师问。你们又没见过天使。我们见过，是在梦里见到的，孩子们回答。数学老师皱了皱眉头，绷起了面孔，因为他不赞成孩子们做梦。一天夜里，一只燕子飞过这座城市，他的朋友们早在6个星期前就飞往埃及去了，可是他却落在了后面，因为他太迷恋那美丽的芦苇了。他是在早春时节遇上芦苇的，当时他正飞着追逐一只黄色的大飞蛾。他对芦苇那纤细的腰身着了迷，便停下来同他说话。我可以爱你吗？燕子问道。他喜欢开门见山，直奔正题。芦苇向他弯了弯腰，于是他就绕着芦苇飞了一圈又一圈，并用翅膀轻抚着水面，撩起层层银色的涟漪。这是燕子的求爱方式。他就这样将恋爱进行了整个夏天。这种恋情实在可笑，其他燕子痴痴地笑着说，你爱的那位姑娘可没什么钱，而且还有那么多穷亲戚。的确，河里到处都是芦苇。等秋天一到，燕子们就飞走了。大伙儿走后，他觉得很孤独，并且开始厌倦自己的恋人了。他从不跟我说话，燕子说，而且我担心他有点三心二意。你看，他老是跟风调情。这可不假，每次风一来，芦苇就行起最优雅的屈膝礼。我承认，她是个居家过日子的女人。燕子继续说，可是我喜欢旅行，而我的妻子当然也应该喜欢旅行才对。你愿意跟我走吗？他最后问道。然而芦苇却摇摇头，他太舍不得自己的家了。原来你是跟我闹着玩的，燕子叫起来。我要去金字塔了，再见吧。说完，他就飞走了。
他飞了一整天，天黑时才来到这座城市。我去哪儿过夜呢？他说，我希望城里已经做好了准备。这时，他看见那座立在高大圆柱上的雕像。我就在那儿过夜吧，他高声说，那是个好地方，充满了新鲜的空气。于是，他就在快乐王子两脚之间落了窝。瞧瞧，我有黄金做的卧室。他朝四周看了看，轻声地对自己说，随后就准备入睡了。可是，他刚把头放在翅膀下面，一颗大大的水珠就落在他的身上。这真是不可思议，他叫了起来。天上没有一丝云彩，星星那么明亮，却偏偏下起雨来了。北欧的天气真是可怕。芦苇倒是挺喜欢雨水的，但是那只是他自私罢了。紧接着又落下来一滴。这座雕像连雨都挡不住，还有什么用呢？他说，我得去找一个好烟囱来做窝。他决定离开这个地方。可是还没等他张开翅膀，第三滴水又掉了下来。他抬头望去，看见了，他看见了什么呢？快乐王子的双眼充满了泪水，泪珠顺着他金黄的脸颊淌了下来。王子的脸在月光下美丽无比，小燕子顿生怜悯之心。你是谁？他问对方。我是快乐王子。那你为什么哭呢？燕子又问。你把我的身上都打湿了。雕像开口说道，以前我活着的时候，我并不知道眼泪是什么东西，因为那时我住在逍遥自在的王宫里，那是个哀愁无法进去的地方。白天，人们陪伴着我在花园里玩，晚上，我在大厅里领头跳舞。沿着花园有一堵高高的围墙，我从没想过围墙的外面会有什么东西。我身边的一切太美好了，我的臣仆们都叫我快乐王子。的确，如果轻松享受就是快乐的话，那我真是快乐无比。我就那样活着，也那样死去。而眼下我死了，他们把我高高地立在这儿，我看见了这座城市里所有的贫苦和丑恶。尽管我的心是铅做的，我还是忍不住要流泪。什么？难道它不是纯金的吗？燕子心里嘀咕着。他很讲礼貌，不愿意大声议论别人的私事儿。远处，雕像用低缓而有磁性的声音继续说：远处的一条小街上，住着一户贫苦人家。一扇窗户开着，透过窗户，我能看见一个女人坐在桌子旁边。她的脸消瘦而又疲惫，一双粗糙发红的手都被针扎破了。因为她是一个裁缝，她正在给缎子衣服上绣上西番莲花。那是皇后最宠爱的宫女，准备在下一次舞会上穿的。在房间角落的一张床上，
躺着他生病的孩子。孩子在发烧，嚷着要吃橘子。可他的妈妈除了给他喂几口从河里打来的水，别的什么也没有。小男孩哭个不停。燕子，燕子，小燕子，你愿意把我剑柄上的红宝石取下来，给他送去吗？我的双脚被固定在基座上，不能动弹。伙伴们在埃及等我呢，燕子说，他们正在尼罗河上飞来飞去，跟朵朵大莲花说着话。不久，他们就要到伟大的法老的墓穴里去过夜了。法老睡在彩色的棺材里，他的身体裹着黄色的亚麻布，还填满了防腐的香料。他的脖子上挂着一圈浅绿色的翡翠项链，他的双手就像枯萎的树叶。燕子，燕子，小燕子，王子又说，你不肯陪我过一夜，做我的信使吗？那个孩子又渴又饿，他的母亲伤心极了。我可不喜欢小孩子，燕子回答说，去年夏天我到了一条河边，那儿有2个顽皮的小孩，是磨坊主的儿子，他们老是扔石头打我。当然，他们永远也别想打中我。我们燕子飞得多快呀！我的家族更是以快捷著称。可不管怎么说，那都是不礼貌的行为。可是，快乐王子满脸的悲愁，叫小燕子心里很不好受。这儿太冷了，燕子说，不过我愿意陪你过上一夜，并且做你的信使。谢谢你，小燕子，王子说。于是，燕子从王子的剑柄上取下那颗硕大的红宝石，用嘴衔着，越过城里一座连一座的屋顶，向远方飞去。它飞过大教堂的塔顶，看见上面白色大理石雕刻的天使像。它飞过王宫，听见了舞会的音乐声。一位美丽的姑娘同她的心上人走上露台。那个男子对姑娘说，多么明亮的星星，多么美妙的爱情啊！希望我的裙子能及时做好，赶得上那盛大的舞会。姑娘回答说，我已经要求在裙子上绣上西番莲花，只是那些女裁缝们都太懒了。她飞过河流，看见高挂在船桅上的无数灯笼。她飞过犹太社区，看见犹太老人们在讨价还价地做生意，还把钱币放在铜制的天平上称重量。最后，他飞到那个穷人的房子，朝着里面望去。发烧的孩子在床上辗转反侧，母亲已经睡熟了，因为她太疲倦了。燕子跳进屋里，将红宝石放在桌子上，就在那女人做针线活的顶针旁边。然后它又轻轻地绕着床飞了一圈，用翅膀扇着孩子的前额。我觉得好凉爽，孩子说，我一定是好起来了。说完，就沉沉地进入了甜蜜的梦乡。然后，燕子飞回到快乐王子的身边，告诉王子自己所做的一切。你说怪不怪？他接着说，
虽然天气这么冷，可我现在觉得很暖和。那是因为你做了一件好事，王子说。于是小燕子开始想王子的话，不过没多久她就睡着了。她总是这样，一思考问题就犯困。黎明时分，她飞下河去洗了个澡。这真是不可思议的现象。一位鸟类学教授从桥上走过的时候看见了燕子，冬天竟然会有燕子。于是他专门就此事给当地报社写了一封长信，每个人都开始引用他信里的话，尽管那里面的很多词语他们并不了解。今晚我就到埃及去，燕子说。一想到这一点，他就精神百倍。他走访了城里所有的名胜，还在教堂的尖顶上坐了好一会儿。每到一处，麻雀们就叽叽喳喳、交头接耳地说：“多么难得的贵客呀！”所以燕子玩得很开心。月亮升起的时候，他飞回到快乐王子的身边。“你在埃及有什么事儿要办吗？”他高声问道。“我就要动身了。”燕子，燕子，小燕子，王子说，“你愿意再陪我一夜吗？”“伙伴们都在埃及等我呢。”燕子回答说，“明天我的朋友们就要飞往尼罗河的第二瀑布，那儿的河马躺在草丛里，古埃及的门农神坐在巨大的花岗岩宝座上，整夜守望着星星。当启明星在晨光中闪耀的时候，他就发出欢快的叫声，随后就沉默不语。中午的时候，黄色的狮群下山到河边饮水，它们的眼睛像绿色的宝石，咆哮起来比瀑布的怒吼还要响亮。燕子，燕子，小燕子，王子说，在远处，在城市的那一头，我看见住在阁楼上的一个年轻男子，他在一张铺满了稿纸的书桌上埋头写作，他旁边的玻璃杯里放着一束干枯的紫罗兰。他有一头棕色的卷发，嘴唇红得像石榴，他的一双眼睛睡意朦胧。他正努力地为剧院经理写一个剧本，但是他已经给冻得写不下去了。壁炉里没有柴火，饥饿又弄得他头昏眼花。我愿意陪你再过一夜，燕子说，他的确有颗善良的心。我是不是再送他一颗红宝石？哎，我现在没有红宝石了，王子说，所剩的只有我的双眼，它们由珍稀的蓝宝石做成，是1000多年前从印度出产的。取出一颗，给他送去吧，他会把它卖给珠宝商，好买回食物和木柴，完成他的剧本。我亲爱的王子，燕子说，我不能这样做。说完，燕子哭了起来。燕子，燕子，小燕子，王子说，就照我说的去做吧。于是燕子取下王子的一只眼睛，朝那年轻人住的阁楼飞去。因为屋顶上有一个洞，燕子很容易就穿过洞来到屋里。
年轻人正把脸埋在双手中，没有听见燕子翅膀扇动的声音。等他抬起头时，看见一颗美丽的蓝宝石放在干枯的紫罗兰上面。我开始受人欣赏了，他激动地叫道，这准是某个非常钦佩我的人送来的，现在我可以完成我的剧本了。第二天，燕子飞到下面的海港，它坐在一艘大船的桅杆上，望着水手们用绳子把大木箱拖出船舱。随着他们嘿呦嘿呦的号子声，一个个大木箱给拖了出来。我要去埃及了，燕子叫道，但是没有人理会它。等月亮升起的时候，它又飞回到快乐王子的身边。我是来向你告别的，它叫着说，燕子，燕子，小燕子。王子说，你不愿再陪我过一夜吗？冬天到了，燕子回答说，很快就要下雪了。而在埃及，太阳照在绿色的棕榈树上，暖和极了。那些鳄鱼躺在泥塘里，懒洋洋地打量着四周。我的朋友们正在巴尔贝克古城的神庙里建筑槽蟹。那些粉红色和银白色的鸽子一边望着他们干活，一边互相倾诉着情话。亲爱的王子，我不得不离开你了，但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的。明年春天，我要给你带回2颗美丽的宝石，来弥补你失掉的那2颗。红宝石会比玫瑰花还红，蓝宝石会比大海更蓝。在下面的广场上，快乐王子说，站着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，她的火柴都掉在水沟里，不能再用了。如果她不带钱回家，她的父亲会打她的。她正在哭着呢。她没有穿鞋，没有穿袜子，头上也没有帽子。请把我的另一只眼睛取下来给她送去，这样她的父亲就不会打她了。我愿意再陪你过一夜，燕子说，但是我不能取下你的眼睛，否则你就变成瞎子了。燕子，燕子，小燕子，王子说，就照我说的去做吧。于是他又取下王子的另一只眼睛，带着它朝下飞去。他从小女孩的面前飞过，把宝石放在她的手掌心上。一块多么漂亮的玻璃呀！小女孩叫道，笑着朝家里跑去。这时，燕子回到王子身旁。你现在瞎了，燕子说，我要永远陪着你。不，小燕子，可怜的王子说，你得到埃及去了。我要一直陪着你。燕子说，然后就睡在了王子的脚下。第二天，他整日坐在王子的肩头，给他讲自己在异国他乡的见闻和种种经历。他给王子讲那些红色的猪鹿，它们排成长长的一行，站在尼罗河的岸边，用它们的尖嘴捕捉金鱼。还讲到斯芬克斯，他的岁数跟世界一样长久。他住在沙漠里，通晓世间的一切。他讲到那些商人跟着驼队缓缓而行，手里拿着琥珀做的珠串。他讲到月亮山的国王，
他的皮肤黑得像乌木，崇拜一块巨大的水晶。他讲到那条睡在棕榈树上的绿色大蟒蛇，要20个僧侣用蜜糖做的糕点来喂它。他还讲到那些小矮人，他们乘坐扁平的大树叶在湖泊上往来横渡，还老与蝴蝶发生战争。亲爱的小燕子，王子说，你为我讲了好多令人惊奇的事情，可是更让人惊奇的还是人们所遭受的苦难。世上没有比苦难更令人费解的了。小燕子，你就到我城市的上空去飞一圈吧，告诉我你在上面都看见些什么。于是燕子飞过城市上空，她看见妇人们在自己漂亮的房子里寻欢作乐，而乞丐们坐在大门口忍饥挨饿。她飞进阴暗的小巷，看见饥饿的孩子们面色苍白，没精打采地望着昏暗的街道。在一座桥的桥洞里，2个小男孩互相搂抱着，想使彼此温暖一些。我们好饿啊，他俩说。可是看守高声叫道，不准躺在这儿。2个孩子只好蹒跚着朝雨中走去。燕子飞回去，把他所看见的一切告诉了王子。我浑身贴满了上好的金片，王子说，你把它们一片一片的全部取下来，给我那些穷苦的人们送去。所有的人都相信黄金会给他们带来快乐。燕子将足赤的金片一片一片地啄了下来，直到快乐王子变得灰暗无光。他又把这些纯金叶片一一地送去给穷人。孩子们的脸上泛起了红晕，他们在大街上开心地玩起了游戏。我们现在有面包了，孩子们喊叫着。后来下起雪来了，白雪过后又迎来了严寒，街道看上去白花花的，像是银子做成的，明亮而耀眼。长长的冰柱好像水晶做的宝剑悬垂在屋檐下。人们都穿上了皮衣，小孩子们也戴上了红帽子去户外溜冰。可怜的小燕子觉得越来越冷了，但是她不愿离开王子，她太爱这位王子了。她趁面包师不注意的时候，从面包店门口弄点面包屑充饥，并扑闪着翅膀为自己取暖。然而最后，她也知道自己快要死了。她用尽剩下的力气，最后一次飞上王子的肩头。再见了，亲爱的王子，她喃喃地说，你愿意让我吻一下你的手吗？我真高兴，你终于要飞往埃及去了，小燕子。王子说，你在这儿待得太久了，不过请你亲吻我的嘴唇吧，因为我爱你。我要去的不是埃及，燕子说，我要去死神的宫殿。死亡只是睡眠的兄弟，不是吗？他吻了一下快乐王子的嘴唇，
然后就跌落在王子的脚下，死去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雕像体内发出奇特的爆裂声，好像有什么东西破碎了。王子那颗铅做的心已经裂成了2半儿。这个冬天的确冷得可怕。第二天一早，市长由议员们陪同着散步来到广场。他们走过圆柱的时候，市长抬头看了一眼雕像。我的天哪，快乐王子怎么变得这么难看了？他说。真是难看极了。市议员们异口同声地叫道。他们平时总跟市长一个腔调。说完，大家纷纷走上前去仔细打量这个雕像。他剑柄上的红宝石已经掉了，蓝宝石的眼珠也不见了，身上的金片也没了。市长说，他简直比一个要饭的乞丐强不了多少。的确，比要饭的强不了多少。市议员们附和着说。在他的脚下还躺着一只死鸟。市长继续说，我们真应该发布一个声明，禁止鸟类死在这个地方。于是书记员把这个建议记录了下来。后来他们就把快乐王子的雕像给推倒了。既然它不再美丽，也就没什么用了，大学的美术教授说。接着他们把雕像放在炉里融化了。市长还召集了一次会议，来决定如何处理这些金属。当然，我们必须再铸一个雕像。他说，应该就是我的雕像。我的雕像。每一位市议员都这么说。他们还吵了起来。我最后一次听人们说起他们时，他们的争吵还没有结束。真是怪事儿，铸造厂的工头说，这个破裂的铅块在炉子里竟然融化不了，看来只能把它扔掉了。于是他们把这颗破碎的心扔到了垃圾堆里，就跟那只死去的燕子扔在一块儿。上帝对他的一位天使说，把这城市里最珍贵的2样东西给我拿来。于是天使就把那颗破碎的铅心和死鸟给上帝带了回来。你的选择对极了，上帝说，因为在这天堂的花园里，这只小鸟可以永远放声歌唱，而在我那黄金的城堡中，快乐王子可以尽情地赞美我。